6岁女孩天天用手抓饭吃，围着餐桌走到哪抓到哪，家人习以为常，但新来的家教老师却对此非常反感。当女孩将手伸进她的餐盘，他一把夺下食物，并紧抓女孩的手，不准她乱动。老师的态度令女孩父亲非常不悦，他要求老师立即放开女儿。父亲觉得女儿已经够可怜了，又聋又瞎又哑，不该在这种无关痛痒的小事上再过多的苛求她。然而老师却反驳道，正是你们无底线的纵容，才导致她活得如此不像人。为了纠正女孩的用餐习惯，老师将家人全部赶出餐厅，并将房门反锁。当女孩再次用手抓食物时，老师强硬地将餐盘移开。女孩从未遭遇过如此对待，直接躺在地上撒泼打滚。老师置之不理，独自用餐。眼看撒泼无效，女孩报复性地上手掐老师，但老师依旧不容许她用手抓饭吃。女孩被彻底激怒，朝着老师就是一巴掌。女孩愣住了，卯足劲扇了老师更大一巴掌，而老师也狠狠还击。女孩彻底蒙圈，之前从来没人对自己还过手，这个陌生人怎么这么讨厌？就这样，女孩每扇老师一下，老师就如数奉还。终于，女孩意识到眼前的人不好惹，只得愤愤不平地去找妈妈，但摸索一圈却发现家人全都不在，顿时恐慌起来。她摸索着想要出门，却发现房门紧锁。她慌张地拍打房门，却被老师拎回座位。女孩不服，转眼逃离，但毫无悬念地被老师再次抱回座位，一次次逃走，一次次被拽回。可女孩比犟驴还要犟，转眼间又爬上餐桌，但由于看不见也听不见，女孩在餐桌上举步维艰，顿时她自己也害怕起来。一旁的老师同样提心吊胆，生怕女孩摔出个好歹来。好在退到桌角时，女孩正好摔入他的怀里，老师精疲力尽地将女孩抱回座位，盛好食物递给她。女孩以为这是老师妥协的表现，再次用手抓向食物，谁知又被老师制止。这时老师塞来一个勺子，女孩生气地丢掉，再塞就再丢，再塞就直接扔远，然后继续用手抓饭。但老师也是头犟驴，他强行将女孩拎到勺子旁，让她亲自捡回勺子。女孩气得直拍桌子，而老师则找来了一大把勺子，并强硬地掰着女孩的手，让她用勺子吃饭。女孩扔掉一只，老师就重塞一只，最终胳膊拗不过大腿，女孩终于吃下了来自勺子的第一口饭。可老师还没来得及高兴，却被女孩生生吐了一脸。老师终于忍无可忍，抄起桌上的水壶哗啦泼了女孩一脸。女孩再次蒙圈，还没反应过来，再次被老师强行抓着手用勺吃饭。终于女孩怂了，乖乖嚼了嚼，将饭咽了下去。老师很欣慰，抓起女孩的手点点头，示意这样很好。谁知却被女孩一把扯住头发，两人同时摔翻在地。就这样，两头犟驴再次陷入了谁都不服谁的无限循环，一直僵持到午餐时间，女孩才踉踉跄跄逃出来，惊恐地缩在墙角瑟瑟发抖，直到摸到妈妈的手，她才安心地扑入怀中。这时老师也精疲力尽地走了出来，妈妈一脸的幽怨，老师却来了句 Helen ate from her own plate and she folded her napkin. The rooms are red, but she folded her napkin. 上一秒还在心疼女儿，这一刻妈妈却喜极而泣。她做梦都不敢奢望女儿能做这些事。在海伦19个月大的时候，一场猩红热夺走了她的听觉和视觉，说话的能力也随即丧失，身处黑暗又无声的世界，同时又失去了与外界沟通的能力。海伦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动不动就打砸家里的东西，甚至攻击身边的人。唯一让她安静的办法，就是往她嘴里塞一颗糖。全家都被海伦折腾得疲惫不堪。在海伦又一次将婴儿推翻在地之后，父亲绝望了，下定决心要将海伦送到疗养院，要不就关起来。但妈妈坚决不同意，她觉得女儿只是想说话而已，不能就因此被当成疯子对待，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夫妻俩从盲人学院请来了安妮老师，诉求很简单，只要能保证海伦安安静静就好。安妮老师表示，我需要先教她语言，如果她不懂语言，她怎么会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让她坐着不动呢？妈妈有些疑惑，如果你都不能跟她说话，要怎么教她呢？安妮老师自信地表示，如果海伦只是感官受损，而不是心智受损，她就一定学得会语言。回到家，父亲想帮安妮掂行李，却被安妮拒绝了。I needn't be treated like a guest. 安妮迫不及待找到了海伦，但海伦只对她的皮箱感兴趣，并蛮横地抢走了皮箱。一阵东扔西扔之后，海伦在皮箱里找到了一个洋娃娃，她摸了摸洋娃娃，又摸了摸自己，感受到娃娃跟自己是一样的。海伦喜欢的爱不释手，安妮趁机教起了海伦洋娃娃的盲语，她每用手表示出一个字母，就让海伦用手触摸，然后掰着海伦的手，重复刚才的手语。海伦学得很快，只教了一遍就能成功拼出娃娃的单词，这让安妮欣喜不已。然而哥哥却在一旁泼冷水，你这就是对牛弹琴，他根本不知道这些手势的意思。但安妮却觉得模仿只是学习的第一步，只要安妮会比划字母，总有一天她会知道他们的意思。安妮拿走海伦手中的洋娃娃，想让她巩固娃娃的单词，但海伦却因此变得暴躁起来。为了缓解海伦的情绪，安妮拿出一块蛋糕在她面前晃，蛋糕的甜香味让海伦安静了下来。
安妮掰了一块放进海伦嘴里，随即拉着他的手比划蛋糕的单词。这次海伦又轻松模仿了出来，于是安妮奖励了他更大一块蛋糕。安妮想用这样的方式让海伦明白，只要正确的模仿出手势就能得到想要的。随后安妮再次教了海伦娃娃的单词，掰着它滚过。海伦虽然有些抗拒，但还是完成了。但当他顺利将娃娃拿到手后，安妮疼得直接躺在了地上，海伦则快速摸索着走出房门，随即上锁拔掉钥匙，然后得意地跑开。妈妈翻遍了海伦的全身也没找到钥匙，只好搭了个梯子将安妮从窗户接了下来。此时的海伦并不知道安妮已经被救出，她警惕地摸了摸四周，确定没人在场后，才从嘴巴里掏出藏下的钥匙。Oh, you little devil. If you think you can get rid of me that easily, you're wrong. 晚上安妮在写教学报告，海伦不小心打翻了墨水，安妮顺势教起了海伦墨水的单词，并握着他的手写字，顺便教了他钢笔的单词。但海伦触碰钢笔尖时，不小心被扎伤了手，顿时暴躁地摔起洋娃娃来。被安妮制止后，他又暴躁地砸烂了花瓶。收拾完烂摊子，安妮小心地用笔尖轻触海伦的手，让他感受钢笔。谁知海伦却报复性地用笔尖刺向了安妮。被妈妈拉走后，海伦再次暴躁地咆哮起来，直到被妈妈喂了一颗糖才安静下来。Why did she get a reward for stabbing you? I don't know. I'm sorry. 第二天早餐时，安妮注意到海伦竟然用手抓别人餐盘里的食物，并且家人竟习以为常。被安妮拒绝后，海伦直接躺在地上撒泼打滚，但所有人都不觉得海伦有错，反倒责怪老师不近人情。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安妮要做的不仅是要教会海伦用餐礼仪，更是要用实际行动告诉海伦，不是每个人都会无条件的顺着她。一番较量之后，安妮的目的达成了，但与此同时问题也出来了。海伦从此非常抗拒安妮的接触，父亲对此颇为不满。当晚他找来安妮谈话，直言不讳地表示 I find that I am not satisfied with this. If you expect to stay on here, there must be a change in your manner. And you must convince me that there's a slightest hope of teaching a child who flees from you like the plague. You could show some sympathy. 但安妮要谈的也是这一点。她直言不讳地指出，海伦的状况非常糟糕，自己所见过的任何小猫小狗都比海伦的表现好，而这一切都是父母的同情造成的。海伦成长最大的阻碍不是失明和失聪，而是父母的溺爱。他将父母带到一个偏僻的小木屋，提出要在这里单独教育海伦，这样父母仍然可以每天见到海伦，但海伦却会因为失去爸妈的庇护而不再跋扈。最后，父亲给了安妮2周的时间，如果2周之后安妮还是无法让海伦认可自己，那就卷铺盖走人。第二天，仆人将小屋打扫干净，父母带着安妮在田间绕了2个小时，才将她带到小屋前，目的就是营造出到了很远地方的假象。海伦摸索着走进房间，发现屋里的一切她并不熟悉。在不远处的箱子里，她摸到了一些玩具娃娃，但当她转头在找妈妈时，却发现爸妈不见了。好不容易拉到一只手，竟是她最讨厌的安妮。海伦再次恐慌起来，开始暴躁地打砸东西，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最终她摸索着躲进床底，直到半夜都不肯出来。无奈之下，安妮叫醒了正在熟睡的小黑，触碰到小黑熟悉的手，海伦这才安心地从床底爬出来。这时安妮趁机拉住小黑的手，教他比划单词。海伦好奇地过来摸索，安妮却故意表现得不想理他，这反倒激起了海伦的嫉妒心。他一把扯开小黑的手，示意安妮教自己。安妮由衷的喜悦，至少海伦肯让她触碰了。吃饱喝足后，海伦摸索着爬到床上倒头就睡。接下来的日子，安妮带着海伦在田间穿梭，在河边嬉戏，感受花朵，感受小鸟的破壳而出。每接触一样东西，安妮都耐心地教海伦拼写他们的单词。海伦学得也很认真，就连睡觉都在不自觉地比划单词。没人撑腰的日子，海伦逐渐变得乖巧听话，不但学会了安静地织毛衣，用餐也规矩起来。Oh, such a lady. She'd rather starve than eat without a spoon. 看到海伦如此巨大的变化，妈妈由衷的开心，但安妮觉得这远远不够。海伦现在学会的仅仅是顺从，她想教会海伦的是与这个世界沟通。虽然海伦现在会比划很多单词，但却并不懂单词的意思。她想争取更多的时间与海伦相处，却被思女心切的母亲断然拒绝。很快到了接海伦回家的日子，父亲特意牵来一条狗当做海伦毕业的礼物。安妮想要延期1周，但父亲却觉得海伦这样已经够好了，彬彬有礼，干干净净。安妮提出，海伦现在正在学说话，并且马上就要学会了，现在回去恐怕会半途而废。但父亲却执着地表示，你看那只狗和他一样也不会说话，不是照样很快乐吗？在安妮的一再坚持下，父亲最终同意延长半天的时间。在有限的时间里，安妮一遍遍地给海伦重复各种单词。Oh, what I wanted to give you, Helen. Everything in the earth, everything that we are, what we dream of. If I could give you one word,
One word, I could give you everything. 父母如约接走了海伦，大家都对海伦的改变非常满意。父亲也对安妮从此改观，同意她留下来继续教育海伦。但安妮提了个条件 Don't undo what I've done. The world is not an easy place for anyone. To give Helen her way in everything is a lie to her. You've got to stand between her and that lie. Don't give in. 父亲答应了，但吃饭时，安妮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海伦多次扔掉脖子上的餐巾，安妮放一次她就扔一次。用餐也重新回到了手抓。在餐具被安妮收走后，海伦又开始暴躁起来。安妮想将海伦带离餐桌，但妈妈立马出面护女。她觉得这是海伦回来后的第一顿饭，应该对她宽容些。She's testing you. She's testing you. 爸爸也觉得安妮小题大做了。This is what I was worried about. Is this what you promised me less than an hour ago? Give in to her then. She's the one who will pay for it. 最终妈妈狠了狠心，还是将海伦交给了安妮，但爸爸却说什么都不同意。She is the guest of honor. Bring her plate back. If she were a seen child, you would not stand for this. Well, she's not. I think some allowances are called for. Bring her plate back, please. 无奈之下，安妮只得妥协。爸爸将餐具递给海伦， Now let's start all over. 海伦报复性的扔掉餐布，起身又要围着桌子抓饭，被安妮阻止后，她竟摸索着掂起水壶，哗啦泼了安妮一身。这一刻，安妮再也忍不了。Don't get up. What are you doing? I treat Helen like a seen child because I ask her to see. I expect her to see. Where are you taking her? To make her refill this pitcher. You let her speak to you like that, Arthur? No, I don't. Let her go. What? If you drive Miss Sullivan away from here, then we're lost. No. Helen is lost. Captain, please. 安妮强硬地拽着海伦来到井边，失去父母庇护的海伦逐渐怂了下来。安妮一边掰着海伦的手抽水，一边让她另一只手感受水流，并再次重复水的单词。当水流从海伦的手间划过，一种神奇的感觉在海伦脑中油然而生，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当水流再次喷涌而出，海伦终于明白，老师教的那些手语是在教自己说话。发现海伦的变化，安妮压得更起劲了。一阵强劲的水流过后，安妮拉着海伦的手点点头，再次给她重复水的单词。这一刻，海伦终于将单词与食物联系了起来。Yes, water. 海伦好奇地将手摸向水泵，安妮立刻用盲语解释这是泵。海伦手拍地面，安妮解释这是地面，随后是花朵。海伦开心到几乎癫狂，她终于找到了跟世界的交流方式，她终于不再是一座孤岛。Just tell her come quickly. She knows. 当海伦拉过妈妈的手，安妮就用手语告诉她这是妈妈。海伦手势重复，然后是爸爸。爸爸激动得无以言表，他差点就赶走了眼前这个拯救自己女儿的人。海伦摸了摸爸爸的胡子，再次伸手让安妮解释，却发现安妮不在了。他摸索着找到安妮，拍拍安妮，想知道安妮怎么称呼。安妮拉过海伦的手，用盲语表示我是老师。海伦重新找到妈妈，拍拍妈妈身上的钥匙。拿到钥匙后，海伦在妈妈手上拼出老师的单词，然后转身寻找安妮。原来他是想把钥匙交给安妮。随后海伦摸着安妮的脸，嘟起小嘴亲吻了安妮。I love Helen so much. So much. 此后，安妮在余生中一直担任海伦的老师。长大后的海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成为著名的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假如给我3天光明》举世闻名，还被誉为20世纪美国10大英雄偶像之一。对一个聋盲哑人来说，这些成就无疑是个奇迹，而安妮老师就是这个奇迹的缔造者。她用自己的爱心、耐心、毅力，缔造了海伦的奇迹。真正的爱不是同情，更不是事事包庇，而是教会她自己保护自己，自己自强不息。